一口气看完清朝276年历史。公元1616年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，自立为汗，国号大金，史称后金。公元1618年，努尔哈赤在盛京誓师伐明，宣读了与明朝结有7大恨的讨明檄文。公元1619年，明军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，号称47万大军，向努尔哈赤发起进攻。此战，明军分兵4路，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。5天之内，连破3路明军，歼灭明军约5万人，缴获大量军用物资，史称萨尔浒之战。萨尔浒之战对大明是一次致命的打击，后金开始崛起，故后世史学家言明不亡于崇祯，而亡于万历。公元1621年，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力，水陆并进，攻打沈阳城。此战，沈阳守将贺世贤被乱箭射死，混入城内的后金叠攻趁机打开城门，沈阳被攻破，城内7万多军民被杀，史称辽沈之战。后金军继辽沈之战获胜后，又克广宁等40余座城堡，并企图攻打山海关。公元1626年，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。此战，明朝守将袁崇焕用红衣大炮炸伤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撤军不久后不治身亡，终年67岁。努尔哈赤第8子皇太极继承汗位，与其他3大贝勒一同主持朝政，史称4大贝勒时期。公元1629年，皇太极率军10万，绕开重兵防守的宁远、锦州一带，绕到蒙古哈喇慎部，兵临军事重镇遵化，直破名都，史称济四之变。同年，袁崇焕率领9000关宁铁骑，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名都北京。11月2日，袁崇焕与后金军在广渠门决战。此战，袁崇焕身先士卒，明军大胜，击退了皇太极。皇太极退兵不久后，实行反间计，最终袁崇焕被下狱，不久被凌迟处死，明朝自毁长城。此时的明朝先后有王家印、王子顺、高迎祥等人领导起义，明末农民起义大爆发。明朝将领洪承畴、陈其瑜等人先后镇压，但收效甚微。公元1636年，皇太极派人征服了亲明的朝鲜和漠南蒙古，使后金得以全力对付明朝。同年，汉满蒙3族共呈劝进表，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，国号大清，是为清太宗，史称清朝。公元1638年，清兵大举南下，清军深入内地2000里，攻破70多座城池，大肆抢掠之后北归。公元1640年，李自成在河南收留饥民，开仓放粮，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，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，唱着迎闯王、不纳粮的歌谣，李自成部迅速壮大。公元1641年，张献忠攻下襄阳，将襄王朱义明和贵阳王朱常法等人处死，没收宫中的全部财产，并将其中的50万白银赠予百姓。同年，李自成攻占洛阳，杀死福王朱常洵，剁其肉与鹿肉混合煮熟，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，成为晚餐，称为福禄宴。公元1642年，清军攻陷松山城，明军全军覆没，明军主帅洪承畴最终投降，史称松锦之战。松锦大战是明清双方最后的关键战役，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。此后，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。公元1643年，皇太极去世，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位，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。同年，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，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。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。同年，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城，崇祯帝紧急动员天下兵马勤王，但因为粮饷问题，只有8000人前来。而奉命勤王拥兵50万的吴三桂，日行仅50里，最终未能到达北京。不久后，李自成攻占北京，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，明朝灭亡。同年，名将吴三桂因家人被李自成囚禁，投降清朝，联合10万清军击败李自成军队，史称山海关之战。清军趁机占领北京，取得全国政权，而李自成率众逃离北京，返回关中。多尔衮拥立6岁的福临在北京登基，改元顺治，是为清世祖，也称顺治帝。同年，明朝灭亡后，明朝旧部先后建立弘光政权、隆武政权、鲁王政权、绍武政权、永历政权以及明正政权，史称南明，但因内部内讧不断，未能成功。
公元1645年，清军击溃大顺军，李嗣成被武装所杀。公元1646年，清军攻打张献忠的大西政权，最终张献忠身负重伤去世。公元1650年，多尔衮去世，顺治帝开始亲政。公元1661年，顺治帝因感染天花去世，6岁的皇太子玄烨继承帝位，是为清圣祖，也称康熙帝，由鳌拜等人辅佐朝政。公元1669年，康熙智擒权臣鳌拜及其党羽，摆脱了鳌拜一党的控制，开始亲政。公元1673年，康熙帝做出撤藩的决定，在此期间，平西亲王吴三桂、杀云南巡抚朱国治，联合耿精忠、尚之信，以朝廷撤藩为由，起兵反叛，史称三藩之乱。康熙通过招抚耿精忠、尚之信归顺清廷，瓦解了吴三桂等人的势力。公元1681年，吴三桂之孙吴世蕃兵败被杀，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。公元1685年到公元1688年，清军与沙俄爆发2次雅克萨之战，以沙俄失败而告终。战后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，划定疆界。公元1697年，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想要独霸北方，并击败清军，窥伺中原。康熙帝先后3次亲征噶尔丹，噶尔丹兵败，服毒自杀，喀尔喀地区重新归于清朝。康熙晚年爆发9个儿子争夺皇位，史称9子夺嫡，最终以康熙第4子胤禛取胜而告终。公元1722年，康熙帝在北京畅春园驾崩，终年69岁，在位61年。胤禛继承帝位，是为清世宗，也称雍正帝。雍正帝即位后，为防止再出现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惨剧，从此实行秘密建储制度，不再公开设立太子。同年，实行摊丁入亩制度，减少了农民的税赋压力。公元1729年，雍正帝出兵青海，平定了青海的叛乱。公元1735年，雍正帝驾崩，在位13年，终年58岁。第4子弘历继承帝位，是为清高宗，也称乾隆帝。乾隆时期，清朝先后10次出兵边疆，包括平准噶尔、定回部、讨金川、征台湾、征缅甸、征越南、平库尔喀。这10次边疆战事令乾隆沾沾自喜，自夸有10全武功，自诩为10全老人。乾隆帝对百姓实行仁政，提倡百姓开垦荒地，全国各地区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，人口增加过亿，国库充实，疆域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，史称康乾盛世。公元1751年起，乾隆帝开始了6次南巡，考察民情荣政，拜谒了明太祖陵，登了泰山，游览名胜。乾隆后期，官僚、地主、富商大肆兼并土地，人口急增，耕地不足，导致粮价猛涨，社会各种矛盾激化，人们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日增。公元1796年，乾隆帝退位，将帝位传给第15子永琰，自己退居太上皇。永琰即位，是为清仁宗，也称嘉庆帝。同年，白莲教徒宣称皇天将死，苍天将生，有患相救，有难相死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，爆发起义。清军实行各个击破，直到1804年完全平定起义。此时的清朝开始由盛转衰。公元1799年，嘉庆帝处死著名贪官和珅，抄没家产。公元1813年，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天理教发动起义，杀入宫廷，最终寡不敌众，起义失败。公元1820年，嘉庆帝驾崩，在位25年，终年61岁。其子明宁继位，是为清宣宗，又称道光帝。道光帝时虽禁止进口鸦片，但由于英国人喜欢茶叶，需要从中国进口，英国人便走私鸦片获得白银来购买茶叶。公元1800年到1839年，40年间，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达到6亿两，广东和福建等地吸食鸦片已经泛滥成灾，随处可见。公元1838年11月，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州办理禁烟事宜。公元1839年，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，史称虎门销烟。公元1840年，英国政府以虎门销烟为借口，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，史称第1次鸦片战争。7月5日，英军舰队进攻浙江定海县，只用了9分钟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措施，清军毫无还手之力。当日，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。占据定海之后，英军继续北上，抵达天津，直逼北京。
此后的清军虽然有所反击，但依旧以失败告终。公元1842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，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《南京条约》。条约内容为开放新的通商口岸，割让香港岛等，开启了清朝领土割让的先例。公元1843年，中英在虎门签订《虎门条约》，协商关税等事宜。公元1844年，中美签订《中美望厦条约》，美国全部获得除割地赔款外，英国得到的特殊权益。同年10月24日，中法签订《黄埔条约》，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。公元1850年，道光皇帝去世，在位30年，终年69岁。其子奕主即位，是为清文宗，也称咸丰帝。咸丰帝在位时期，受到洋货的流入，大批手工业商人破产，人民困苦无人问津，清朝政治腐败。而在河南、湖北、广西等地不断出现饥荒，整个社会已然是一个火药桶，随时可能爆发。同年，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，后建立太平天国。太平天国的目标是要实现天下一家、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。而洪秀全早年因4次科举不中，发誓不再参加清朝的科举，自己开科取士。公元1851年，太平军攻占广西永安，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城分封诸王，分别有东王杨秀清、南王冯云山、西王萧朝贵、翼王石达开等，史称永安封王。此后，太平军经过桂林，攻占泉州，占领道州，势力不断壮大。而起义首领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战死。公元1853年，太平军从湖南向湖北武昌发起进攻，湖北巡抚常大纯举家自尽，太平军占领武昌。此时的太平军人数增至50万。同年，太平军继续进军，占领南京，又攻克镇江、扬州。同年，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，颁布天朝田亩制度，规定有田同耕、有饭同食、有衣同穿、有钱同食等。此外，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，女人也可以参加。自此，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。公元1855年，太平军经过北伐和西征，占据整个长江流域。公元1856年，东王杨秀清和天王洪秀全爆发王位之争，最终杨秀清及其家人以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被杀，北王韦昌辉、燕王秦日刚也被杀，史称天津事变。天津事变导致3王被杀，翼王石达开远走，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。同年，望厦条约届满12年，美国提出修约被拒绝，第2次鸦片战争爆发。公元1858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。同年，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，此条约使中国失去了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。同年5月，俄、美、英、法逼迫清廷相继签订天津条约，条约包含了开设通商口岸、允许传教、协定关税、赔偿赔款等。1859年6月，英、法、美等国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，攻打天津大沽口，占领天津后，又攻占北京。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、烧杀近50天，焚毁了圆明园。清廷又被迫签订中法北京条约，条约包含了开放商埠、割让领土等内容。11月，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，中国赔偿巨额赔款，丧失大片领土主权。第2次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。战争结束，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。公元1861年，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，太平军2断援绝，最终投降。同年，咸丰帝去世，在位11年，年仅31岁。慈禧等人拥立6岁的载淳即位，是为清穆宗，也称同治帝。慈禧等人总摄朝政。同年，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，发展洋务运动。公元1864年，南京被包围，洪秀全自尽身亡，清军攻入南京，屠杀了全城居民，太平天国基本灭亡。公元1871年，沙俄出兵强占新疆伊犁地区。公元1873年，左宗棠出兵河西走廊，占领甘肃肃州。公元1874年，同治皇帝去世，载湉即位，是为清德宗，也称光绪帝。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。公元1875年，
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。公元1876年，左宗棠出师讨伐阿古柏，收复乌鲁木齐，平定天山北部。公元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黄海海战中，清军北洋海军战败，日军取得黄海制海权。在日舰的掩护下，日军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，逼近大连港。而此时，慈禧太后的60大寿正在举办。当天，日军占领大连。11月，日军攻占旅顺，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屠杀，被杀的民众达2万人，史称旅顺大屠杀。公元1895年，日联合舰队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，北洋海军全军覆灭。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，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岛等岛屿，赔偿军费3亿两等。公元1896年，沙俄见到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失败，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，攫取中东铁路权，将侵略势力深入东北3省。同年，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，提出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、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。公元1898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以倡导学习西方、提倡科学文化为目标，领导发动戊戌变法。后因慈禧发动戊戌政变，再次垂帘听政，捕杀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变法人士，戊戌变法失败。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，梁启超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避难，而谭嗣同决心为变法献身，与林旭、刘光第等5人在菜市口被处死，史称戊戌六君子。公元1899年，山东关县义和拳手举义旗，以扶清灭洋为口号，目标直指西方侵略者，后改为义和团。随后，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，杀教徒，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。公元1900年，清政府向列强宣战，发动义和团攻击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。同年8月，英、美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意、澳8个主要国家从天津杀到北京，史称8国联军侵华战争。战后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，规定了赔款、划定使馆区、拆炮台等内容。该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、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。而义和团运动也被列强以及清政府联合镇压，最终失败。公元1905年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，提出民族、民权、民生的三民主义。公元1908年，光绪帝、慈禧太后先后驾崩，宣统皇帝溥仪即位。公元1911年5月，在各地势力的压力下，清政府颁布内阁官制，而内阁名单中有8个满族人、1个蒙古人、4个汉人、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。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，名为立宪，实则专制。同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，辛亥革命开始，革命军攻克总督府，占领武昌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，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。此后的2个月内，湖南、广东等15个省纷纷独立。公元1912年1月1日，中华民国宣布成立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公元1912年2月12日，袁世凯迫使溥仪颁布退位诏书。自此，统治中国276年的清朝灭亡，民国时代开始。